主持人问的问题很好，就是大家搞不太清楚啊，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清楚，你没办法搞清楚的。是，所以主持人说用怎么样来描述拜登的中国政策？我想了半天，我用12个字，就是支离破碎、相互矛盾、回避实质。所谓的回避实质，是指说他不敢公开承认中共是战略的敌人，是军事威胁这个实质。他要用什么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概念，模模糊糊的。那么所谓支离破碎、相互矛盾，是说他的很多政策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按照政治正确派意识形态的神主牌在操作。那么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正确派的神主牌政策呢，本来就是一团混乱的，那自然就免不了支离破碎、相互矛盾。所以在这种我们说拜登在骑墙，他这个骑墙态度背后，有一些是很多人看不透的。美国民主党当局这个意识形态背后啊，它的背景是什么？这是拜登这个对中很多政策支离破碎、相互矛盾的一个根源。那我想说呢，美国民主党当局和中共产党政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被意识形态绳索所束缚。那么中共是被共产党永不败这个意识形态绳索束缚了。那美国民主党是被他自己列在政治正确那个清单上的各种他自己规定的政策束缚住了。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气候政策，气候政策就是他的清单上排在前头的一个。那么政治正确的清单上还有这样一些东西，我讲的大家不要笑，都是事实啊，现在正在做的。比方讲，对美国黑人要给历史补偿，但不管你祖上这个是不是黑奴，一律要优待，就是凭肤色优待。还有呢，美国黑人现在出现说在很多州变成犯罪宽容，就说黑人杀人了没事，警察不抓；白人杀人，警察杀了黑人罪犯，那抓警察。这是一种政策。还有一个叫做性鉴别政策，就是说现在拜登政府按照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推出来，叫做一个人是男是女啊，你不能这个生理上做鉴定，你必须自我心理鉴定。就我说我是女的，你就得承认我是女的。而且呢，这个男女应该同测，儿童要开始变性的教育。另外呢，对家庭关系也有新的政策，规定说不许在这个学校、公共场合和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样的称呼，那样说那是侵犯同性恋者的权利。还有呢，最近还有的州提出来，马萨诸塞州提出来近亲要允许结婚。再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开放南部边境，让大批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自由进入，这也是他的政治正确派的政策。还有这2天更进一步宣布，美国全国对大麻解禁，鼓励大家抽大麻吸毒，而且规定银行必须给大麻生意提供贷款。再一个就是校园里头师生没有言论自由了，你不能批评政府的这个政治正确派的政策。就是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政策，很多了解美国的民主国家对美国民主党当权这种只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去看它。那么中共呢是认为说美国是衰落啦，所以呢你既然衰落，我还向你让步。我下面讲2篇文章，都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3月30号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拜登的对华政策难题：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衰落的判断》。这篇文章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如同雷区，遍布着可能爆炸的问题。然而，最大的风险却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中共过高地估计美国实力下降的程度，并据此采取行动的威胁。他说，中国的一些代表人物和媒体机构宣称，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自由秩序处于长期衰落的早期阶段。如果中国对此深信不疑，有恃无恐的中国领导层可能会越界，变得过度挑衅，并迫使美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这一风险出现在很多领域，包括南中国海商贸往来，尤其是香港和台湾问题。那么，对美国民主党当局现在的做法和国内那种强制性的宣传教育呢，
其实也有一些眼光比较老道的美国文化精英也看不下去。我要介绍的第2篇文章也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前主编，今年3月22号写的。他的文章标题叫做《美国的文化精英正送出列宁说的绳索》。他这篇文章里把美国民主党当局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他说呢，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列宁讲过一句话，说资本家会把绳子卖给我们，让我们把他们吊起来。那么苏共呢，就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资本主义内部有矛盾，对西方的崩溃有必然的信念，所以一直硬撑到1989年。所以这位前主编看法是这样，就是中共也是如此的。在阿拉斯加会谈当中，中方人员显示出对美国民主党当局自我毁灭的那种兴高采烈的心情。他说，当时中共杨洁篪大讲美国的缺点，也提到很多美国人对大选舞弊不满。结果呢，布林肯美国的国务卿很失落，嘴里咕噜了一句话，说我们至少美国是在公开场合解决问题嘛，意思就是我们作弊也是公开的嘛。那么《华尔街日报》的前主编认为说呢，控制着美国主要文化机构还有现在的美国政府的人，一直在热切地为中共制造意识形态绳子，他们所支持的文化宣传都在摧毁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而这个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在世界上的权威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国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是建立在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普遍理想之上的。他说，问题是，现在中共按照美国民主党的宣传，认为说美国传统价值观是假的，只是个口号，是骗人的。然后这个《华尔街日报》前主编说，当一个国家指的是美国，当一个美国国家的领导人认为他的基本价值观是邪恶的时候，他如何在全球意识形态中取胜？所以他说，美国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结构性压迫理论为基础的。我现在讲这句话呢，我想我们大学里面文科的很多老师，是台湾的老师，其实在美国留过学的都熟悉这套啊，你们知道，我不用解释。然后《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在使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适应经济现实方面，中国人被证明比俄罗斯前辈更加熟练。正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国资本家的大量帮助，而我们的文化精英也一直在忙着把刽子手的绳索出口到太平洋去。那么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之所以介绍这2篇文章，是想帮助台湾的朋友啊，对美国的政治现状多一些客观的了解。这2篇文章的观点相同，同时他们的观点也说明一个问题，这不是说我个人对美国民主党的偏见，我的看法和这2篇文章的作者也是相同的。所以台湾是必须要继续和美国合作，但是也必须清楚地看到说，美国本身现在确实充满了矛盾，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整体的内部一致的或者基本一致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矛盾可能会让中共钻空子，也可能让中共变得更强硬。不过我想说一句，就是一个放低身段、姿态软化的中共政权，其实比一个狂妄自大的中共政权更加危险。那么过去几十年的中美中关系，还有两岸关系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最后呢，我想再介绍一下，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对奥巴马时代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一位，叫做 Evan Medeiros， 他的中文名字是麦埃文，对他这个采访。他虽然也是民主党，但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还是相当客观的。我想大家听了我对他观点的介绍，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说，就是美国民主党里面其实也有卫国派的。在这个采访中，这位麦埃文说呢，他说比起苏联，中国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挑战者。美苏冷战期间，双方的竞争主要是意识形态上、国家安全上的。那美中竞争里头，不仅有安全上的，有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竞争，而且还有科技和技术、经济上的。那么中国又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已经深度和世界其他国家在整合，所以它是比俄罗斯更强大的竞争者。他说，美国要拥有能改变中国行为的影响力，比过去更艰难。他指的过去是指美苏冷战的时候。
所以他认为，在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格局中，包括美国政府、美国企业与美国消费者，可能都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有一些还可能是代价高昂的。他说，美中两国会为了国家安全而有针对性与选择性的脱钩，随着竞争的加剧，双方会在经济上逐渐疏离。就是他的原词是 economic disengagement。那么他在采访中还说，我觉得根本问题还是美国的威慑能力，美国需要仔细检视中国的台海造成的挑战的性质，然后双管齐下，确保调整自己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准备和姿态，来应对中共的挑战。那美国还需要非常仔细地审视台湾面临的安全挑战的性质。他说，有很多人非常关注中国可能全面入侵台湾，他说，但我更关注的是，中国对台湾的胁迫越来越大，而且多元，包括在台海频繁的军事活动、外交空间的压缩，甚至是假信息和政治上的操控。他说，我认为美国应该更广泛地厘清这些问题，也就是要如何威慑并回应中国的这些对台威胁，要最大程度减少中国胁迫和侵略台湾的机会。美国还需要和台湾讨论如何在台湾社会中建立更强的抵御能力，包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才能够让台湾面临中国胁迫时不那么脆弱。我想啊，他这些看法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中肯的，对台湾来说也是中肯的。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